姆上校呼叫地面控制。你知道英雄联盟中飞机的这句台词出自哪里吗？是1969年 David Bowie 的那首《太空怪人》。歌曲讲述了宇航员汤姆上校由于设备故障而被困在太空里，被迫切断了与地球母亲的脐带，孤独地漂浮在遥远的世界里，一遍遍呼叫着无人回应的地面控制中心。最后那句“地球是蓝色的，而我却无能为力”，也是现实中反主流文化逐渐转为绝望的双关语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实中的汤姆上校并没有被困在宇宙。2013年，加拿大的宇航员在太空演奏了这首《太空怪人》，成为第一支在太空拍摄的 MV。也就是在那一年 ，David Bowie 入选了科幻名人堂，也是首次获此殊荣的音乐家。而想当初，这首《太空怪人》的创作离不开 David Bowie 在无数个夜里重看的那部电影《2001太空漫游》。孤独的黑色巨石一直在他心中回响。这部电影当年也是现象级的存在，好多人都争先恐后的给他制作配乐，其中就有一个乐队用了巨大的合成器制作了一首科幻配乐，结果被导演库布里克无情拒绝。这首被夭折的歌后来出现在他们1968年的专辑中。库布里克不单单是拒绝了他们，他是平等的拒绝每一个摇滚乐队以及每一个玩前卫实验电子的乐队。60、70年代要问什么歌最火，那肯定就是这些摇滚和实验电子。可是放在50年后的今天来听，就多少有点上古时代的宝贝现在开麦了的感觉。咱酷到不走寻常路，采用了前卫古典的管弦乐，结果呢，就是让这部电影以及它的配乐超越了时代背景，经典永流传。快把格局打在公屏上。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其实改编自著名的科幻小说《哨兵》，故事围绕很久以前外星种族留在月球上的一个几何工艺品展开。2001太空漫游不仅预言了今天的很多科技，让科幻片从恐怖 B 级迈入到了严肃的科幻类型，而且也对当时的乐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比如黑色安息日的那首 Iron Man， 灵感正是来源于这部电影。吉他之神 Jimi Hendrix 在1967年也用吉他去模仿那种太空的声音。平克·弗洛伊德早年的音乐，还有他们所在俱乐部的名字 UFO， 也正是这种科幻潮的产物。放在更大的语境里，这些都是太空竞赛背景下诞生的音乐。It's one small step for man,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. It had the stark beauty all around. 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成为全球的热点事件。BBC 电视台还邀请了平克·弗洛伊德即兴创作一首人类在月球行走的配乐，这首歌后来被命名为 Moonhead。就是在太空竞赛这些国家的热点事件的推动下，科幻音乐成了那个年代最时髦的声音。这一时期有著名的科幻摇滚乐队鹰风，乐队名字也是来源于科幻小说里出现的角色。但60年代末制造这种科幻声音的合成器又大又笨重，娇气而又危险，就哪怕一点点的温度变化也会影响它的声音。菊梦乐队的成员还被合成器电击过一次。当时的很多乐队要把1/3的收入来用于给这个巨大的机器买保险，但科幻依然是那个年代让人着迷到不计后果的词语。谁控制过去，谁就控制未来；谁控制现在，谁就控制过去。这是乔治·奥威尔在他的标志性小说《1984》写下的话。对于一个历史被抹掉，相当于没有过去的黑人，他也难以操控自己的现在。那他能不能想象出一种可能的未来呢？在被人歧视的现实世界里，黑人把希望寄托于遥远的星球，这后来被叫做非洲未来主义。迈克尔·杰克逊招牌的太空步就是一种非洲未来主义的延续。
1970年，著名的未来学家兼社会学家 Alvin Toffler 出版了一部轰动世界的著作《未来冲击》。这本畅销书认为，20世纪科技指数级的进步已经远超人类处理和应对的能力，人们身处焦虑和压力之中。尽管我们很老练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技术的受害者。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呢？ Curtis Mayfield 发行了同名歌曲，爵士大师 Herbie Hancock 也发行了同名专辑。乔治·克林顿和他的 Funk 乐队穿上了闪闪发光的银色演出服，发行了一张又一张的宇宙专辑。他和他的团体一直痴迷于其他的星球啦，疯狂的科学家，时空的实验。他还在音乐中幻想了一艘母舰，会把黑人们都送到快乐星球。无独有偶，牙买加的音乐人 Lee Scratch Perry 给他的工作室取名为黑色方舟。前卫爵士音乐人孙拉拍摄了他的科幻电影《太空及地点》。孙拉其实一直是爵士乐中一个独特的存在，他从50、60年代开始就总是穿着古埃及的服装表演，他还声称他自己的爵士技术是外星人教出来的。黑人音乐家相信太空就是黑人的应许之地，只是那艘最大、最明亮、最正义的母舰暂时还没有接他们回家，但他们可以透过音乐和舞蹈去描绘那个理想的未来世界，而这艘母舰的燃料就是合成器。1971年，库布里克发布了他的又一巨作《发条城》。作曲家 Wendy Carlos 用一堵墙那么大的合成器，把巴赫和贝多芬那样的古典音乐改编成了《发条城》中电子版的古典配乐。60、70年代的合成器不仅仅是一件音乐的乐器，它更是叛逆、超越和改变世界的一部分。与此同时，反主流文化、民权运动、女性独立、越南战争、科幻被卷入了更大的文化对话中。比如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科幻电影是1968年的《太空因此巴巴丽娜》。1969年 King Crimson 那首著名的歌曲《21世纪精神分裂者》也同样反映了在这样混乱的年代下他们想象出的人类未来的场景。音乐的转变总是从技术的转变开始。到了70年代初，曾经一堵墙那么大的合成器被改良成了价格跳水、易于携带的合成器。1977年，意大利制作人用合成器为 Donna Summer 制作了一首 I Feel Love。音乐从人工弹奏的 Funk 进化到了机器，也就是合成器创作的 Disco。德国的泡菜摇滚，日本像富田勋还有 YMO 这样的电子音乐应运而生。而黑人则是模仿机器人，创造了街舞中的机械舞和 popping 舞蹈。嘻哈三圣之一，创造出未来感的电子嘻哈。你就去看当时的黑人的 funk 音乐，他们的好多名字都是叫 funk 机器、机器 funk 来来回回排列组合。黑人音乐家热情地拥抱了未来与技术。直到后来 Disco 发展为电音中的 House 发展为更加冰冷、更加机械的 Techno。 电子音乐正在朝着更加非人的方向全速前进。与之相反的是，科幻电影却融入了越来越多人性化的元素。这一时期的背景是复杂的，随着越战成为数十亿美元的泥潭， NASA 所需的过高资金受到了人们的质疑，里根和撒切尔等保守政治家上台，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，太空竞赛也渐渐成为一个遥远时代记忆中的符号。面对现实的压力，人们不得不把目光从遥远的星空收回到脚下的土地。而且80年代初期开始，商业合成器逐渐成为了制作音乐的标配，电脑、互联网、移动电话、游戏机也变得越来越常见，人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早已身处未来。由于篇幅限制，本期视频并没有列出太多标志性的音乐。如果你想沉浸式的体验这些歌，并且增加一些拓展的知识，欢迎你到网易云音乐或者是小宇宙来搜索我的播客皮皮真的水。最新一期的节目就是本期视频的拓展分享。如果你不想听波哥说话，只想听歌的话，可以到网易云音乐查看这个人类科幻实录的歌单。如果非要给你一个去收听它的理由，那就是这些歌里边描述的未来正是我们的现在。